跟一個同學來分享一下他的國考的心路歷程。我們這個同學叫做 Ivy，Ivy 你可以跟大家來打個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 Ivy， 老師好。你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？現在是考上了嗎？還是說你現在在上班？或者是最近的生活大概在忙些什麼？可以先簡單的介紹一下。我目前是兼職考生，然後工作上面最近也需要加班，然後也就是要找空檔的時間去讀書。因為我最近有訪談一些同學，他們是考上，已經在公部門上班了。你可以講一下你的情況是怎樣？就是說是差1分沒考上嗎？還是怎麼樣？你可以跟大家說一下。我是有3試，然後我的筆試是剛好在比較後面的，到了第3試面試的時候，就是差1分上榜。他的考試有3試，筆試、體測，然後最後是口試。那他在筆試的時候是過了，但只是他的名次是比較後面。那他的體能測驗也過了，然後最後是口試，就差一點點，所以可以算是高分落榜嗎？算是吧。對，因為他的這個考試比較特別，他錄取的人數非常的少。Ivy，你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你報考的是什麼樣的考試嗎？我報考的是海巡行政3等，然後去年只有4位。就是只錄取4位，那他有備取多少位嗎？他沒有備取，就我名次不能在後面，否則就算我上了，我也可能排擠效應，我就被推到後面，我就落榜了。OK， 那我會想要好奇問啊，就是說，在什麼樣的因緣際會下，你會決定要參與國考？其實海巡行政這個類科哈，我們其實是很少遇到有女生會想要報考。當然，實務上其實有很多女生去當警察啊，分享一下說，你為什麼會選這個考科，或者你有一些什麼樣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嗎？一開始是我媽媽她的那個麵店，然後有剛好海巡的那個前輩他們來用餐，然後就有介紹，然後就鼓勵我去考。然後那時候我是沒有對公職比較沒有興趣的，因為那時候喜歡玩做烘焙。那後面就是發生了一些人生的低潮，又開始就去環島。然後環島的過程中，剛好看到海巡署的人員在執勤，就是3等，畢竟不是很好考，然後人數也不多。那因為我們家裡有信仰，我就去問菩薩，然後菩薩就跟我說會，然後就基於這句話，我就下定決心要去考這個考試。不知道你有沒有在某一個時刻覺得我讀到懷疑人生，或者覺得說我到底在幹嘛？就是會不會有自我懷疑的時刻，精神內耗這樣？我覺得自我懷疑難免會有，但是因為我有上過老師的那個陪考教練的課程，是老師有跟我講過說，你如果都不會的話，這個別人也不見得會做這一題。那我就覺得我這樣比較有信心，因為第1年我覺得這個是很有難度的考試，然後我就輕輕鬆鬆的準備。當然要接近考試的時候還是有比較緊張一點。那第2年就是覺得說我想要在今年就考上，所以壓力特別大。那時候就是有讀到好像有點生病，就是得到一個暈眩症，記都記不起來，記憶力真的是嚴重的影響到我的那個準備。然後我還讀到去掛急診，然後就是一個人在醫院，然後就覺得有點孤單，可是又覺得說這好像是一個好事多磨的一個考驗，是，所以我就經過去年的洗禮，然後當跑過1輪到第3試，今年我就有調整我的心態，我覺得這只是一張門票，拿到取得工作的門票，不要把它整個人生都賠進去。我可以規劃時間，比如說快接近考試的時候，我就必須要努力。可是當我可是我沒有想放棄的這個念頭。那當我有疲憊不想讀書的時候，我就不要讀書，就去放鬆。因為我覺得那時候是身體上面一個的警訊，就是可能我給自己壓力太大，然後身心都有點承受不住，那我就不要一直逼迫我的身体。我就會適時的去休息，只要好好睡覺就好了。这樣，你備考的過程有發生這個暈眩症的這個事情，你可以聊一聊那段日子是怎麼情況，然後後來是怎麼樣康復嗎？那個是在考前1個月發生的，它其實是非常關鍵的時期。然後我就是趕快去看掛急診，
那因為我在外縣市，然後一直看不好，但是我就趕快跟我媽媽說，我媽媽就是叫我回家看醫生，就是有找到好的醫生，然後就覺得很幸運。在那一段時間，記憶力沒辦法有幫助的時候，然後注意力也沒辦法集中，我是採用那個番茄鐘的方式，我就是專注於25分鐘內專注的背東西，然後一直看，重複的看，然後讓自己睡個10分鐘，就是一直重複這樣，然後度過那個就是比較關鍵的那幾周。這樣子聽起來你就是很貫徹，就是按計時器，然後按25分，然後按10分這樣。這個動作其實我覺得非常的關鍵。其實我常跟同學建議，就是你在練題目的時候，你一定要設一個倒數計時鐘。例如說你這一題是30分鐘的考試申論，我都會建議你一定要倒數30分鐘這樣去練。你千萬不要說我感覺我有寫30分鐘就可以了，一定要用這種倒數計時去限制我們。我相信 Ivy 用這番茄鐘的過程一定是有得到很大的幫助，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会覺得会不會又會打斷你想要繼續努力呢？還是說你反而覺得這很好，因為他提醒我要適度休息？我覺得他們反而是就是像老師講的，有讓我覺得要適度的休息，我才有辦法好好的去專注於那25分鐘，因為我身體已經吃不消，我還一直摧殘它，反而我花更多時間反而都沒有吸收，我覺得也沒有效用。對，因為其實在考前1個月，我就記得你上班的時間就是非常的長，也常常要加班。聊的時候，我就不覺得你好像是上班很累的感觉，所以我常常都会听到有一些学員都會講說，這個上班就很累啦，你沒有力氣在讀啦，時間很少啊，讀不完啊。可是真的有人就是可以做得到，他上班時間也很長，可是他就是知道這是他非常重要的任務，他就是會想辦法，想盡一切辦法抽出時間來準備這個考試。你又要上班，然後又要讀書，又要上補習班的課，你那時候是買函授是不是？對，我第1年沒有看完，因為太多了，然後我那時候又忙，然後又接那個管理職，所以整個狀態不是很好。是，那我在第2年就把它看完，因為我那時候跟老師 meeting 的時候，我們是抓2年，就是第1年先鋪一下那個基礎，然後第2年再就是慢慢的去深入，就是我有把全部的課程追完，那有時候錄下來，就是通勤的時候就可以聽一下。像這樣的情況，你會有什麼樣的想法或建議？剛開始也是這樣，那後來聽老師的建議就是快轉。那慢慢的，你的耳朵就會去習慣那個頻率。剛開始我也聽不太懂，但是就是你習慣了那個頻率，你慢慢就可以專注。那當你覺得你有點渙散了，我覺得你就是去喝個水，上個廁所，但是不要拖太久，因為畢竟那一堂課真的會很好幾個小時。我是2倍速的聽。那你會覺得會不會又覺得說2倍速讓聽完，然後好像有聽跟沒聽一樣，會有這種困擾嗎？有時候會，我會去判斷那個老師是在念課文，還是他真的一直在着重於這個觀念講很久。他如果講這個觀念，他講比例很久，那我覺得可能就是他是重點，我就會放慢速度去聽。那如果有一些他只是帶過去而已，我就覺得好像也不是很重要，我就會跳過。而且補習班教的東西也不見得都會涵蓋在考題上啊，我覺得還是做題目比較實在。那他只是帶你有一些淺淺的觀念而已。好，Ivy，我也會很好奇問一下，還有你覺得準備口試，你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？剛剛你有提到你是口試得86分嘛？對，你來分享一下。口試那時候準備的心得是，我那時候就是有一直去觀察最近的新聞，因為我怕他們會問我實例題。是，那他們最主要是想要看，不是只有一直專注於讀書，而要是希望可以跟人家相處的人。我的想法是這樣。然後那時候準備的時候，就是有模擬，就是想一下他可能會問我什麼，那我就是想一下，打一下草稿，這樣。那時候是這樣準備的。那你還記得他大概問你哪些問題？那你大概怎麼回答嗎？還有印象大概的狀況？就是自我介紹，然後還有可能問你說，你執勤發生危險是會怎麼處理？還問你說，如果你在職場上面有發生一些問題，
你要怎麼處理，好像是霸凌的事件很嚴重，你會怎麼應對，類似這些問題這樣。因為其實只有20分鐘而已，大概問大概7、8題吧。你會不會覺得有什麼小技巧是你覺得其實很有用的？如果覺得害怕看評委的眼睛，可以看他的後方的牆，他會覺得你在看他，這樣就可以減少那個壓力感。哦，對，就是看他後面的牆，不要看着他。像我就是照着鏡子，然後講話，然後就是嘗試着這樣模擬那種感覺。那會不會覺得彆扭啊？就是我看着鏡子，然後就覺得我講話好像嘴巴都變很正啊，就是嘴巴不能控制。我覺得反而可以去找到自己的不自在的地方，就是平常我們這樣講話都不會看到自己的表情，那當照着鏡子講話的時候，就可以慢慢去調整一下自己的面部表情啊、姿態啊。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勇敢面對自己的那一種心態耶。我覺得這3場考試對我來講，好像是一種自我成長的那種感覺。是，因為你都是全力以赴去面對，所以你会覺得這每一個都很有收穫這樣子。那我想要再問你一個問題，就是你有没有覺得還有什麼東西是你覺得還想要再跟我們的聽眾啊，收聽這一個節目的同學來分享的？你有沒有什麼話還想對他們說？覺得幫自己找一個一定要考上的理由，這樣你才會往前衝，更有動力。那如果可能就是對於這一塊已經沒有熱情，但是我覺得人生還有好幾條路可以走，不是只有一條，人生還是可以很精彩的，不要妄自菲薄。以上是我的建議。那我們今天這個節目呢，就到這邊。很謝謝 Ivy 跟我們一起來聊聊她的一個考試的準備的心路歷程，就是去年只差那麼一點點，祝福她今年就可以順利上榜。謝謝 Ivy 接受我們的訪談，謝謝大家。